女人只为采一颗千年灵芝，结果脚下一滑，直接从万米高空跌落。当她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被7、8个黄头发的人将自己给围了起来。金霞，你这是捡到雌性了吗？白白嫩嫩的口感一定很不错。听到这话，吓得楚梦然脸色发青，他哪见过这阵仗，不能吃。你忘了部落有规定，私自处理捡来的雌性会受到重罚。赶紧走，别让他们等急了。说着，一群人就架着楚梦然让他跟着走。一开始他以为自己这是招惹上了土著人，可走着走着才发现他这是到了兽人世界，这里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，都比他那个世界高大得多，就连地上的一株杂草都能轻易戳破皮肤。突然他脑袋一疼，一段奇怪的声音涌入他脑海：叮，欢迎主人来到鹅卵石系统。楚梦然感觉自己的掌心忽然一沉，赫然间出现了一块黑色石头。他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，结果仔细一看，还真是特么是一块石头。于是试图在脑海中询问他有什么用。系统可以保我不死？不能。系统能保我升官发财家财万贯？不能。那我要你有何用？楚梦然连甩了好几下，手上的那颗石头却怎么也甩不掉，而且他还越来越沉。旁边的兽人见他不老实，还踢他一脚，请宿主接受任务，不然石头会越来越大，直到超过你的体重。这是强制协议啊，那不得不同意了。紧接着楚梦然在脑海中接受了任务。叮，您的第一个任务，在部落里找到一个自己心仪的雄性，并和他一起生活，成功可获得50金贝，可换取生活用品、食物、装备等资源。楚梦然听到有食物后，瞬间馋得两眼放光，但他一想到路上每个雄性兽人的眼里都流露出不太友善的目光，足够让他吓得退避三舍。你倒是走快点啊！楚梦然像是他们的牲口一样被赶进了一处矮窝棚，窝棚里还有20几个和他一样的雌性。他找了一个角落坐了下来。你好，蛙小雌性，我叫天蓝。你好。楚梦然真的不想理他，这一路都快被推骨折了。我们是一起被捡来的，也算是缘分。天蓝将手里的豆子一颗一颗的往嘴里丢着，前面的食槽里也放了一些生豆子。那些雌性争先恐后的去前面抓豆子吃，楚梦然惊呆了，因为这就是他们今后的主要食物。可惜已经没有他的份了。不过他背篓里倒是还有一些吃的，但是眼下他可不敢轻举妄动。旁边的天蓝见他神色紧张，便把手里的豆子给了楚梦然几颗。我看你是吃素的吧，这些给你。累了一天的楚梦然早就饿了，立马往嘴丢了一把豆子，这小味儿还挺地道。此时吃饱了的天蓝正围在火堆边，讨论着今天最热门的话题。你们的运气可是真好，今天还是族中1年1度的秋菊宴，凡是被选中的人，往后的日子大鱼大肉吃穿不愁。楚梦然竖起耳朵听了半天，什么秋菊宴？就是交配季。听说今年可是族长儿子凌云成年的第一个秋菊宴，不知道他今年会挑选谁，还能有谁？那肯定是巫祖的女儿金霞了，人家可是从小和凌云一起长大的。楚梦然突然回想，原来上午就是他把我抓回来了。没过一会儿，金霞就拿着鞭子走过来，都给我听着，今晚就是我们阿鲁雅部落的秋菊宴，你们都给我去河里洗干净一点。我们阿鲁雅部落的雄性可不喜欢脏兮兮的雌性。刚才还谈论纷纷的雌性们瞬间收了声音，蜷缩着身子被金霞赶着往河边去。被赶到河边的楚梦然怎么也不想下水，因为这些兽人都是在这水里大小便的。楚梦然往水面上一看，见自己头发蓬乱，满脸都是被藤蔓划破的血痕，着实是被自己吓了一跳。她可是新世界科研里的大美女，如今却沦落成这副鬼样子。不过就算是这样，这一路下来雄性兽人们都对她虎视眈眈，要不是这伤，恐怕不知道会招来多少祸端。太阳落下，楚梦然他们被金霞赶到部落的中心地带，里面有一个高高的祭台，祭台旁边正坐着族长天宇和巫祖金乌。随着四周的树枝被点燃，就到了雄性挑伴侣的时候。天蓝身形高大，自仪式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自己身前，展示着他傲人的身材。楚梦然则躲在天蓝身后打量着台下的那些兽人，他们的目光实在太过于赤裸，看得楚梦然心里越来越害怕。此时台上的雌性都被选走了一大半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天蓝已经被金雷选走了。金雷也算得上是部落里数1数2的兽人，可他明明已经选了天蓝，目光却一直盯着楚梦然，可见他的目的依然不单纯。只见台上的雌性越来越少，楚梦然也有些心慌，难不成他真的要被分给一个半老雄性？这时候楚梦然发现金霞他们似乎也很着急，因为之前天蓝他们所说的族长儿子凌云并没有出现，他要不然就是没来，要不然就是出事了。大概1个时辰之后，终于有人来报，狩猎队回来了，狩猎队回来了。往日里只要是凌云带领的队伍都会满载而归，高歌载舞，怎么今天却阴气沉沉？金霞心中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，她推开来报信的人就追了出去，果然刚走了2步，金霞就完全愣在了原地。凌云，楚梦然随着人群往前一瞧，只见男人浑身是血，身形狼狈的正被人抬在担架上，坐在高台上的族长夫人也冲了下来。儿啊，你怎么搞成了这副模样？我们在半路就遇到了迅猛龙，他们生性狡猾，害得我们入了圈套，是凌云冒着危险才把我们给救出来的，可是没有想到他却受了伤。看到这一幕的族长夫人当即伤心的哭了。鱼儿啊，今天可是你的成人礼，这正等着你回来挑选雌性呢，怎么就受伤了？你这让金霞该怎么办啊？金霞听到这话立马就露出厌恶的表情，要是同意和凌云做了伴侣，那么今后可就背上了克夫的名声。金霞一把拉住自己阿爹的衣服，阿爹，我不想嫁给一个将死之人。听到金霞的话，担架上的凌云明显愣了愣。此时楚梦然被一行人挡住，他也想看看全族最想嫁的雄性到底长啥样，费了9牛2虎之力挪到了前面，果然是一位帅气的银发美男，还有一对毛茸茸耳朵，好想摸一摸。金霞，我家凌云可从小和你就是青梅竹马，你如今怎么可以放弃他？我们金家的女儿可不会嫁给一个废人做妻，他这番模样，怕是早点死了才好。族长夫人没有想到这巫祖说话这么难听，但在兽人世界，像凌云这样满身是血的，确实只有回去等死了。谁说我儿子不行的？我要让你明年就看到我抱崽！你们这些雌性谁愿意和我儿子结为伴侣啊？他的话都说完了半天，结果连一个雌性都没有站出来。但没成想楚梦然居然留下来了。据他观察，
这凌云并非命在旦夕，她只是腿受伤了而已，被他们一个个说的像是死了一样，而且这么漂亮的兽人，死了还怪可惜的。还好楚梦冉今天在山上采到了连筋草，治疗凌云的腿伤没有任何问题。于是楚梦冉大胆地走到凌云的面前，凑到他的耳边说道：“我可以救你，你保护我好不好？”凌云听到后立马看向楚梦冉，那种眼神仿佛马上就要吃了他。楚梦冉见状也是一脸迷惑，这人究竟是想死还是想活？你要相信我，这里除了我没人能救你。所谓死马当活马医，反正你又不会亏本。凌云原本不信，不过看到楚梦冉那一脸的自信模样，还是说道：“反正都这样了，大不了也就是一死。”楚梦冉看着凌云美得让人窒息的脸，开心地说道：“我选凌云。”所有雌性还是露出羡慕的目光，毕竟凌云曾经可是他们部落里最厉害的兽人，但如今怕是别说打猎，今晚都不一定能过的了。刚才那羡慕的眼神又瞬间变成了嫌弃，金霞心里也很是不舒服。虽然凌云要死了，但是在他的潜意识里，凌云还是他的人。可在这兽人世界，只有依附强者才是唯一出路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楚梦冉看到凌云看向金霞的目光里带着不甘。没关系，等我把你治好了，你再把他追回来。听到楚梦冉的话，凌云将目光拉了回来，瞪了楚梦冉一眼，气得楚梦冉心想：好心当成驴肝肺，我看你只是腿断了，死不了。金霞听到后突然惊叹，他说什么？凌云只是腿脚断了，他死不了。但一想到凌云瘸了腿不能外出捕猎，最终还是决绝的走了。看到了吧，不要对一个不爱你的人死心塌地，忘了他吧，这样大家都开心。果不其然，楚梦冉又收到了凌云的一记眼刀，我们还是赶紧走吧，再不走你这腿怕是保不住了。天蓝见楚梦冉真的要跟凌云走，于是激动的劝阻道：“楚梦冉，你快回来，他都这样了，今后还怎么生崽？生不出崽的雌性是会被所有人鄙视的。”楚梦冉可没想那么多，她只是为了活下来，有这样一张漂亮的脸，自己天天看着也开心啊，而且我也不会后悔的。就这样，今年的秋菊宴举行到一半就结束了。走了一会儿，楚梦冉就到了凌云一家住的地方，里面的环境也就勉强比窝棚好一点。可他殊不知，这里只有他们家才用这种泥土堆积起来的房子，可以说是冬暖夏凉。其他部落的兽人可都还是住的矮窝棚。此时凌云被楚梦冉一点都不惊讶的样子给愣住，而楚梦冉此刻也管不了那么多，快速的安排他们放到了平整的矮桌上。这里条件简陋，要做到完全杀菌那是不可能的。此时有一名壮实的兽人打来一盆水，里面还放了一块兽皮，很明显是想让楚梦冉给凌云清洗伤口。可楚梦冉看了看那盆漂浮着2根水草的水，要是用这个水给凌云治疗，那么保证发炎没得治。先烧点开水，我们用开水来洗。其他人听到楚梦冉的话都愣住了，孩子，用开水洗真的可以吗？我看巫祖都是用河水洗的。楚梦冉听族长夫人这样说，才算是明白为什么这巫祖说没得救了。照他这样就是没得救，而我却有得救。族长夫人听到楚梦冉这样讲，立马安排人去烧水。此时族长也在旁边看了一眼，然后就走到旁边去了。楚梦冉看到他的腿也是瘸的，还杵着一根棍子。如今的凌云怕是让他想到了什么，有些黯然伤心。楚梦冉连忙把自己背篓里的草药拿了出来，找了个干净的石碾，把草药碾了出来，又交给了族长夫人一些需要熬汤药的草药。把这些准备妥当后，楚梦冉这才去看了一下凌云的伤势。原本健硕的大长腿被从膝盖处砸伤了下去，2条腿都被砸断了。楚梦冉摸了一下砸断的骨头，还好并非粉碎性骨折，怕是要上夹板才行。我还能捕猎吗？楚梦冉没有想到这人还挺有事业心的。放心吧，能。楚梦冉再看了看凌云的腿，这样下去可不行。楚梦冉来到他家隔壁堆积的树枝树干前，挑挑拣拣，终于找到了4块合适的木板，并毫不客气地拿到族长天宇面前，帮我把它削得平整些，一会儿帮凌云固定双脚。族长听后愣住了，当年自己因为和迅猛龙打斗摔下悬崖，巫祖也只是随便帮自己看了一下，就用河水清洗了，接着念了一段他的巫祖咒语，之后腿就瘸了。难不成这4块木板真能治好他儿子吗？谢了，最好快点，一会儿我可要等着用。刚才还在发呆的族长天宇，这才连忙抱着4根木棍往旁边的工具屋去。没过一会儿，水也烧开了，憨实的兽人端了过来，先放一会儿，等凉了之后我们再给他清洗伤口。有没有绷带？找些绷带来。回过神后，楚梦冉才想起这是兽人世界，这里连布料都没有，就更别提绷带了。于是楚梦冉只好翻找他的小背篓。当时上山采药温差大，幸好自己带的衣服多，送件给凌云他还有2件。楚梦冉3两下将衣服撕成一条条的，看得族长夫人以为他这是疯了，但是又不好阻止。就这么会儿功夫，水也凉得差不多了。楚梦冉这才一点点的帮凌云清洗惨烈的伤口，在没有麻药的加持下，居然这么能忍。楚梦冉很快将凌云的伤口清洗干净，并看着凌云的眼睛说道：“你准备好了，我现在帮你正。”凌云点了点头。楚梦冉原本想趁着凌云不注意，给他一下子掰正的，但是看凌云那个样子，楚梦冉怕他还没有掰正就被凌云一口咬死了，于是他便做起心理疏导，可能会很疼，因为你的骨头被打断了，如果不把它掰正，你这辈子就是瘸子了。凌云听后想到了自己的父亲，当年就是摔了一跤之后瘸了，从此部落就一蹶不振。庆幸的是凌云从小优秀，继承他父亲成为了部落里最厉害的雄性，可如今刚能够独当一面，却变成了这番模样。凌云此刻心里有些悲凉，一会儿会很痛，但是你要忍着，我向你保证，你听我的，我保证你能站起来。他的眼里闪着自信的光，下一秒凌云忍不住的尖叫。楚梦冉固定好了一条腿，又连忙固定第2根，拿起凌云的腿时又发出一阵惨叫。旁边听不过去的族长夫人雨山露出了尖利的爪牙，正要给楚梦冉一爪子时，却被凌云一把抓住了。这么多痛都受了，凌云已经不在乎这一点了。帮凌云绑好了腿，楚梦冉这才松懈下来。族长夫人看着楚梦冉撕碎的一条条布带，这才明白是用来做什么的了。这时憨厚的兽人熬的汤药也好了，并递给了楚梦冉，来，我喂你，把它喝了。凌云哪里要他喂，端过那碗药，咕噜噜的就直接给灌了下去。喝完他才感觉到那药的苦味，苦得他抿紧了唇，皱紧了眉头，看得楚梦冉那个心疼。来吃颗糖，张嘴。原本凌云有点恨他不想吃他手里的糖，却被楚梦冉轻轻一推，瞬间一颗圆滚滚的奶糖就落到了凌云的口腔里，香甜的奶香直达凌云的头顶。甜吧，听话别乱动，下次还给你吃，吃颗糖就能扛下接骨手术，这样的人已经够勇敢了。楚梦
梦冉这边刚弄好，就听到外面吵吵嚷嚷的：“哥，你给我出来！哥，你应该选金霞姐啊！你忘记了金霞姐可是等了你3年了。”楚梦冉看着此信还没搞清楚状况，你不知道你哥受伤了吗？那老金霞有没有告诉你，是他先不要你哥哥的呀？可凌云的妹妹白云听后说道：“哥哥已经这样了，若是我们还得罪了金霞姐，以后我们家还怎么在部落混？我可不想每天都吃大黄豆。”说着，白云生气地冲了出去：“今后我不再是你们云家的人！”白云、族长夫人和族长2人都追了出去，留下清清静静的楚梦冉和凌云。我会死，不是你的长久之计。楚梦冉回头笑着看凌云，所以我不会让你死啊，相信我，你会好起来的。看到他脸上轻松又灿烂的笑容，凌云觉得也许他真的还能站起来吧。你个坏雌性，就是你把我姐姐欺负哭了。楚梦冉只感觉脚肚子一疼，低头一看，一个比自己矮上一大截的小兽人正在踢自己。蓝云，你给我住手！楚梦冉一把揪住蓝云的耳朵，主要是这兽人的耳朵真的好可爱，老早楚梦冉就想摸一把，奈何没有一个兽人他敢欺负的。你给我放手！你这个坏雌性，就是你让我们家吃不上肉的。可以看出来这些兽人非常喜欢吃肉。白云为了吃肉可以出卖他的哥哥，这个小蓝云为了吃肉骂他坏雌性，真是一对好姐弟。提着小蓝云的耳朵，楚梦冉从自己的背篓里摸出一包辣条来，瞬间辣条的香味扑洒整个房间。这是什么？这么香？这可是好东西，比肉都还香，想不想吃啊？不止这小蓝云经不住诱惑，就连躺在床上的凌云闻到了这个味道也看了过来。楚梦冉将辣条给了小蓝云，仅仅一口就让小蓝云直夸人间美味。此时族长和族长夫人没有找到白云，灰溜溜的回到了院子内，可一刚进院子就闻到了一股香味，香得他们流口水。他们活了几十年了，可是从来没有闻到这样的香味。只见楚梦冉正和蓝云在吃着东西，地上也散落着一堆乱七八糟的壳。你们在吃什么？楚梦冉打开矿泉水，咕噜噜灌了2口，还有2盒饼干，叔叔阿姨，这些就给你们了。原本想多给你们留点的，但我是真饿得扛不住了。天宇和雨山看着屋子里的4人，就连憨厚的大壮都弄到了一包东西吃。凌云的腿需要我的治疗，同样我也需要一个安身之所。我和凌云可以不是伴侣，我只想借宿在你们家，当一个医者可以吗？族长天宇也看出来楚梦冉似乎很害怕外面的兽人，怕是有不少兽人等着吃楚梦冉的肉呢。你叫楚梦冉是吧？你放心，只要不是你中意的伴侣，我绝对不会让他把你带走。楚梦冉听后也渐渐的放松下来，我需要一个人守夜，我怕凌云会发高烧，若是发高烧你就叫我，然后再帮我准备一张床，我要睡觉。得到了雨山的同意，大壮很快就从外面抱了不少干草进来。算了吧，干草就干草吧，只要不冷就行。楚梦冉从自己背篓里找了一件衣服盖在身上，这才睡了过去，直到第2天中午才被饿醒。他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看看旁边的凌云，发现他这一晚睡得很安稳，而且没有发烧。楚梦冉这才放下心来，就连族长见到凌云后也非常吃惊，想当年他受了伤，可是几天几夜都睡不着，哪里像凌云睡得如此安稳。族长夫人见他还傻站在那，昨天狩猎的东西还没分呢，你还不快去看看？族里人口多，要是因为分东西不均打起来，到时候可就麻烦了。天宇这才慌张地说道：“我这就去，这就去。”楚梦冉把药端到凌云面前，他闻见苦味就开始慢慢清醒，这模样好似慵懒萌萌的小猫咪，不如趁他迷糊时偷偷摸他。楚梦冉带着宠溺的坏笑，同时手已经到了凌云的头顶，刚要得逞，没有想到凌云的手更快。你干什么？楚梦冉看着被凌云抓住的手，尴尬地笑着说：“没啥，这不是叫你吃药了吗？”凌云看着大壮手里端着的苦药，抿了抿嘴角，这么苦的药，我不想喝。楚梦冉没有想到凌云会如此傲娇，你喝药，喝了药我给你糖吃，今天是草莓味儿，可甜了。话音刚落，凌云接过药一口气全都给喝了，紧接着楚梦冉就喂他一颗草莓味的糖，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。此时楚梦冉的肚子都饿扁了，在屋里翻找半天，没想到族长家居然连一点存量都没有，难怪他妹妹白云会那么恐慌。可是就算白云和金霞伏低作小，口粮也不会因此而分给他一半的。一想到这，楚梦冉就深深的叹了口气。此时族长和族长夫人一起回来了，手里提着一个瘪瘪的兽皮袋。楚梦冉，你和凌云先吃吧。他走到前面一看，袋子里只有1小块肉和2斤多豆子，肉给凌云补一补，大豆你们就随便吃吧，我们分到的就这么多了。楚梦冉见状非常惊讶且气愤，没想到拼死拼活救队友的凌云，最后只分到巴掌大的肉。于是他拍拍胸脯说道：“放心，我把这些都煮了，大家一起吃，最少还能灌个水饱。”族长夫人雨山听后一脸懵逼的看着他，要知道他们这里的食物可都是生吃的，做熟的不仅烫嘴，而且还掌握不好火候，不是烤糊了就是血淋淋的烤不熟，所以他们兽人是习惯了吃生的。可楚梦冉偏偏要把这些毛病给扳过来，于是他先将肉和大豆洗一洗，接着再把肉切成片一起放到石锅里煮。随即楚梦冉又向族长夫人要了块食盐，刮了一大半放入锅中，可把族长夫人给心疼坏了。在这兽人世界，吃到盐就等同于过年了。很快石锅里咕噜噜的冒着气泡，空气中也慢慢的飘散着瘦肉的香味。楚梦冉看向凌云，他刚喝了药睡得很是安慰，完全没有了他睁开眼时的灵力。此刻他心想，要是能一直看着他就好了。石锅煮东西真的很快，没过一会儿，一锅很完美的豆子瘦肉汤就完成了。原本族长打算饿着肚子去打猎的，于是楚梦冉连忙先把汤递到族长手里，赶紧喝，喝了再去。族长夫人见状也连忙说道：“喝吧，不然昏倒在外面我可抬不动你。”雨山夫人看着这一大锅的肉汤，完全够他们一家人吃了，心里怎么能不高兴？此时外面等族长的人也闻到了一股香味。族长夫人，你们家在干嘛啊？这么香！大家可是都知道，刚才族长一家只提了一点豆子和1小块瘦肉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香的东西吃？随后一只长相凶狠的兽人问道：“这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香味啊？”雨山这次也老实，就是
就是大豆炖瘦肉，为了填个水饱而已。大家听后都很是吃惊，大豆炖瘦肉哪有直接吃来的香？等组长吃好了出来，浑身暖洋洋的，身体和手脚都更有力量了。可今天的捕兽队伍里却少了不少人，那些人面色为难的说道：“他们说一个瘸子和一个要死的人能给我们组里带来什么？所以他们就都跟惊雷走了。还有好多是被巫祖的预言给吓到了，说你们家怪事连连，整个部落若是一直在你们手里，我们阿鲁雅部落早晚会消失灭迹的。”组长天宇只感觉这巫祖真是歹毒，居然趁机会落井下石。惊雷这样搞，直接让他们的战斗力减去了一半。看着眼前的10来个兽人，天宇也没有办法，只能一起在附近转转看看有没有猎物。而此时楚梦然没有发现前面的变故，又给凌云来了一碗肉汤。看来以后要是只分到这点东西，他们也够吃了。不过等秋季一结束，冬天可就没有这么多食物了，甚至连出去都是一种奢望。于是楚梦然来到族长家后院，发现后院还是有很大一块空地。经过族长夫人的同意，他将自己挖到的一些草药种在了后院。这样一来，不仅可以拿来吃或治病，哪怕开个花也能使得人心情变好。一看太阳都快下山了，楚梦然在附近林子里挖了一下午，都没有找到一棵能吃的草。就在楚梦然打算收拾东西要回去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金霞的声音。他在做什么？不知道。他发觉另一个说话的正是白云。楚梦然好奇他们怎么会在这。金霞，你看着，阿母受不了几天就会把他赶出来的。金霞看着他说道：“你确定？我明明听别人说早上这边有一种奇怪的香味，难不成你们家里还有吃的？”金霞姐，你相信我，我阿弟还在家里呢。再说今天早上我把我们家那一份肉和大豆都拿走，阿爸和阿母迟早会坚持不住向你低头的。楚梦然没有想到，族长和族长夫人只带了那么一点东西回来，竟然是因为白云。他听得很生气，可又拿他没什么办法。白云毕竟是雨山的女儿，连雨山都没有说什么，那他这个外人又能说什么呢？金霞姐，我看我哥是活不成了。昨晚我看地上流了不少的血，要不我回去帮你看一看。楚梦然没有想到他会是这样的一个人，那可是和他一起生活10几年的哥哥。此刻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哪根筋抽了一下，便大喊道：“你们不许进去，都给我站住！”忽然的一嗓子直接把白云给搞迷惑。你搞清楚点，这是我家。楚梦然拦在屋门前，就算是你家，现在凌云是我的病人，我不许你们进，你们就不能进。他怕着白云进去对凌云动手动脚，万一对伤势不利怎么办？这可是关系着凌云和他自己以后的生存出路。就连金霞都没有想到，之前唯唯诺诺的楚梦然，如今也有如此凶狠的一面。你是不是找死？金霞刚要动手，屋子里就传来了凌云的声音，让他进来。此刻楚梦然像只小丑一样待在原地，反正自己已经阻挡过他们了，若是对凌云做出什么伤害的事情，那就不关他的事了。我已经废了，以后别来了。凌云早已没有了之前的凌冽霸气，现在有的只是脆弱。金霞看的心头也有些发软，但对于他来说，哪怕凌云长得再漂亮也没用，昙花一现没有任何的价值。但出于面子，金霞还是假惺惺的说道：“你真的好不了吗？好不了了。”凌云此刻的眼里带着悲伤。那就好，那我走了。出了族长家的金霞看着楚梦然说道：“好好照顾他吧，我把他赏给你了。”听着这话，楚梦然心里特别不舒服。凌云是凌云，又不是你的私属物品，你没有资格说赏给我。金霞见状也没有理会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而此刻白云还像狗腿子一样跟在金霞身后。我都说了，这个雌性根本就是信口雌黄，巫祖都说没得治的人，他怎么能够治好？我这就让我阿爸阿母将他踢出来。金霞回头看向白云，不用了，你也别跟着我了。白云没有想到他的金霞姐会直接赶他走。你今天早上还吃我分的肉了呢，那是你自己给的，我又没让你讨好。随后金霞离开了，留下白云一个人发呆。这时族长夫人从后面的墙角走了出来，白云，我们回去吧，他们不会接纳你的。哪知白云听到后像是受了刺激一般开始大叫，都怪你，都怪你们，为什么阿爸要受伤？为什么哥哥要受伤？我还回去做什么？难不成跟着你们受罪吗？说完他转头跑向了森林。等楚梦然回到屋子时，发现凌云竟然挪到了地上。你怎么下地了？只见凌云的脸都痛得煞白，可他依然没有多说一句话，还是大壮进来将凌云给抱上了床。还好没有错位，你不许乱动了，知不知道？若是2次伤害你，这辈子都别想站起来了。床上的凌云紧闭着双眼说道：“对不起。”楚梦然心里也知道，他怕被金霞伤到，只是想帮忙而已。于是楚梦然像是在哄孩子一般说道：“没关系啦，又不是你的错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不安分的小手已经摸到了凌云那银白色的头发。可刚摸一下，凌云就抬起头，并用他那深邃的蓝色眼睛警告着楚梦然：“不就是摸了下吗？不至于吧？”就在此时，他突然灵机一动，说让大壮帮他打造一副轮椅，一直困在床上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也不是办法。凌云听到楚梦然说有办法让他出去，瞬间来了精神，于是他拿着一根棍子在地上画了个大概。凌云一看就觉得十分可行，此时他用余光看向楚梦然，觉得今天这个女生变得如此漂亮伶俐。紧接着族长手里提着2只红毛山鸡和2条大蟒蛇回来了，看得楚梦然又一个劲儿的往后退去。他是真的很害怕这东西，今天打的猎物不多，所以不敢走得太远，倒是寻到了不少的豆子。现在是秋季，这个季节的豆子遍地都是，而且以前都是随意捡一点，但是自从吃了楚梦然煮的豆子汤之后，族长瞬间对豆子起了心思，发现这豆子不仅暖和而且抗饿，这次一捡就是2大袋子，加上打的4样猎物也算是满载而归。我们今天就把猎物给分了。说完，族长拿出1只鸡和1大半的豆子分给那些孤儿老人，剩下自己分到了1只鸡和大概10来斤的豆子。大家看着手里的黄豆和少得可怜的肉，面色都很是难看。族长，我们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啊，这黄豆真的能吃那么多吗？你们回去把这个大蟒蛇肉掺着这个豆子炖，加点盐，你们就知道能不能吃这么多。那雄性兽人一脸疑惑地看着族长，心想这族长怕不是疯了。其中一个兽人见状说道：“听说巫祖狩猎队早就回来了，而且还带了1只很大的巨龙兽回来。”后面的人听到后不自觉地露出羡慕的眼神。族长夫人和族长相互看了一眼，走吧，我们回去杀鸡。楚梦冉看着族长手里的红毛鸡笑，要是拿的是一条大蟒蛇，他楚梦冉怕不是会吓得尖叫。族长看着他说道：“知道你怕蛇，那我们就吃鸡。”他没想到族长居然如此细微，看在早上吃的
这么好的份上，你说这只鸡怎么做，我们就怎么做。楚梦然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平日里在家都不掌勺的人，到了这里做饭的重任还压到了自己头上。这个简单，先烧水，紧接着憨厚的大壮打来了一些上油的水来烧，这样就能避开那些掺有奥利给的河水。水烧好后，楚梦冉先是将鸡放进开水里泡一泡，随后趁热再把毛全部拔掉，一个光溜溜的鸡就出现在了族长夫人面前。她完全想不到鸡还可以这样处理，将红毛鸡剁成小块后放进石锅里先爆炒一下，然后再加入黄豆和清水进去，立马上面漂浮出金黄色的油脂。这溜达鸡就是比城里的好。最后一步就是添柴烧开，然后慢慢的炖。然而这一系列的操作将四面的邻居都给吸引了过来，这是什么味道啊？怎么会这么香？没过一会儿，族长家门前就围了不少的人，甚至早上打猎时人都没到这么齐，就连从屋祖那分到了巨龙瘦肉的人都被鸡汤给吸引过来了。楚梦冉见有几个是和族长一起打猎的，就拿出来了几个当归来，这个炖鸡炖蛇都好吃，你们放一点在里面。那个猎到巨龙肉的兽人一看是草根，瞬间嘲讽起来，原来你们吃的是草根啊，我还以为吃的什么好东西，还好意思拿出来送人。走了走了。那几个跟着族长一起打猎的兽人说道，算了，我们的瘦肉已经吃完了，下次吧，下次再炖。族长听他们这样说，立马让他们都进屋，并且一人分了一碗汤喝，喝的几人眼睛都直了。族长，这真的是鸡汤吗？那可不，记得下次处理干净炖了再吃，喝水也记得喝凉开水，对身体好。族长夫人把楚梦冉交给他的全部交给了大家，这几个都是跟着族长一直打拼的老伙计，要不是他们几个维护，他这族长老早都换人了。最后听完鸡肉的制作方法，那几个兽人才满意的离开了。族长夫人将鸡肉分给了凌云族长和小蓝鱼，他和大壮以及楚梦冉就吃点黄豆喝点汤，虽然只吃这些，但他已经很满足了。吃完了饭，楚梦冉又给凌云检查了伤口，恢复的还不错，没有发炎。等凌云喝完汤药，楚梦冉这才躺在茅草堆上安稳的睡了下去。天还未亮，族长夫人就熬好了大豆鸡骨汤，连吃2天已经有些想换换口味了。忽然间他想起来，豆子不仅能做豆腐豆浆，还能做豆饼。楚梦冉现在的思想是越来越开放了，一起来就将凌云的药给熬好让他喝下，今天可是最后一颗了，明天可不能再这样了。凌云一脸黯然神伤的表情看着他，看来这个兽人是真的很喜欢吃糖啊，赶紧好起来，等有了小麦和甘蔗，我们就能实现糖果自由了。只是这2种植物楚梦冉还没有遇到。吃完早饭，族长随着族里的兽人出发了，而楚梦冉和小蓝云则跟在他们后面，一路上蹦蹦跳跳很是开心。可刚走没有多远，他们就遇到了巫族组织的捕兽队，领头的惊雷见到当即跑了过来。楚梦冉，你是不是改变主意了，特地来找我了？毕竟凌云那个废人能给你带来什么？惊雷，你还要不要点脸？楚梦冉，他选择了我们家，你不要来挑事。他看着惊雷自以为是的表情，已经完全不能忍了。他就算是个废人，我也喜欢他，你给我哪凉快哪待着去。惊雷当着自己捕兽队的面被他这么侮辱，楚梦冉，你给我记住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紧接着惊雷转身离开了，他没想到自己只是说了句实话而已，这就给惊雷惹毛了。雨山阿姨，我好像给你们惹麻烦了。雨山看着楚梦冉，就像是摸小孩子一样摸着他的头顶说道，没关系，反正金家和我们是不会和好的。巫祖家故意带领部队的人搞分化，害得最后还是部落的人，赶快走吧，要不然很快就天黑了。他们跟紧脚步往前面的深山走去。楚梦冉到了后找了一大圈，一个能吃的都没有，又找了半个山头，别说是蘑菇，连个野果都没看到一个。不过倒是在后半山上发现了不少的大豆，之前族长他们都不喜欢吃这个，但是现在见到豆子都走不动道。楚梦冉说道，我们把豆子捡回去吧。随后大伙一个个都很听话的捡起了豆子，可他发现这一颗一颗的捡，这要捡到什么时候？我们把它砍下来带走，这样回去了既能当柴烧又能得豆子，岂不是更好？族长夫人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于是几人很快就将整个山坡的豆子给割了。他们今天捡的豆子怕是比昨天族长他们收的还多，他们的力气也是真的大，一人背6大捆完全没有任何问题，就连小蓝云都比他背得多。现在觉得当时族长夫人嫌弃他也是有道理的。在路上，天蓝看到楚梦冉时很是吃惊，你都饿到自己出去找食物了，真是可怜，当初让你听我的你不信。楚梦冉看着天蓝那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他有着医务人员的直觉，直接闻到了天蓝身上的腥臭味，便说道，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，别到时候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他一开始就知道天蓝对自己没有安好心，他听到这句话像是忽然间被点破了心思似的，停顿了1秒，然后说道，我怎么会死？我有吃有喝，惊雷对我又好，你都不知道我们晚上过得有多好。楚梦冉听后没有说话，他也没必要继续和天蓝纠缠下去，便转头离开了。见他不搭理自己，天蓝对着楚梦冉的方向喊道，你会后悔的，你那点黄豆别想安稳的度过这个冬天。楚梦冉这才想起来，现在是秋天，马上就要过冬了。雨山阿姨，我们冬天的食物是不是该筹备起来了？是啊，冬天是无法打猎的，所以我们在准备木柴和粮食，况且再过几日就是今年的秋猎，若是秋猎猎到的秋刀鱼够多的话，勉强能帮我们度过冬天。不过今年凌云受伤，大半部分有能力的兽人还被巫祖一家给叫了过去，并且他们抓到的秋刀鱼也一定不会给我们的。楚梦冉听后点了点头，今年会比任何一年都难。回到部落后，楚梦冉把身上的豆子放下，忽然间他感觉自己的鹅卵石系统亮了起来。鹅卵石系统提醒宿主完成自己的第一个目标。什么？这个还要求必须完成的吗？不完成会怎么样？系统将会定为宿主放弃生存意念，自行爆炸。怎么可以这样？楚梦冉向自己的四周看去，他到哪里去找雄性？眼前唯一的雄性就要数大壮和小蓝云了。楚梦冉看向小蓝云，这家伙太小了，不能欺负小孩子，所以楚梦冉就把头转向了大壮。大壮老实能干，若是实在找不到心仪的雄性，找大壮来凑个数应该没有问题。可想到大壮叫凌云主人，若是自己认定大壮为心仪雄性，那以后自己是不是也得叫凌云主人啊？楚梦冉
冉想想后，竟然有些难过，叫谁主人都不想叫凌云主人，可毕竟他心里装着金霞，所以楚梦冉宁愿要清白老实的雄性，也不想要心里有别人的人。正当他的目光集中在大壮身上时，凌云瞬间发起了无名火来。我不想吃。听到凌云的声音，楚梦冉这才回过神来，怎么了？不吃药怎么会好？就是不想吃。他这是怎么了？刚才我们回来的时候，凌云还是一副开心的模样，怎么瞬间就黑了脸？而且这不是自己一颗糖能哄好的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你在家里发生了什么事？楚梦冉想到的第一个可能就是金霞，难不成金霞又来刺激他，所以才把脾气发泄到了自己身上？你不吃药，我可就端走了。那以后站不起来，打不了猎，可别怪我哦。见楚梦冉端着药走，凌云还当真赌气不喊他，当然台阶还是得自己下。楚梦冉又端了回来，你看我都熬好了，到了也怪可惜的，你要不把今天的喝了？凌云看了楚梦冉两眼，这样勉强的把药喝了，凌云却觉得心里有点莫名其妙的苦，具体为什么他也说不上来。见凌云喝了药，楚梦冉高兴的接过碗，你要好好休息，快点好起来，这样才能让那些看不起你的人大吃一惊，这样我才能佩服你哦。忽然间凌云烦躁的心安静了下来，咱也不知道这雌性说话怎么这么有魔力。楚梦冉此时看到石桌上，凌云已经修好了2根圆形支撑棍和2个圆形的轮子，2个棍子打磨得十分圆滑，兽人的领悟能力都这么强的吗？凌云见楚梦冉看着石桌上的2根柱子，这才说道，你看这个做中间承受重量的轴可以吗？他看了看，下面最好搭4角平均分摊力量，这样轮椅才会平稳前进。凌云听得很认真，觉得楚梦冉说得很对，他在研究要怎么样组合起来。族长夫人见楚梦冉进凌云的房间这么久没有出来，结果进去一看，2人头挨着头靠得很近，屋内的气氛也是一片祥和。凌云的脾气他是知道的，火爆中带着一点坏，但是眼前的凌云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。都说金霞和他是青梅竹马，但是只有族长夫人雨山知道，凌云并没有对金霞动过任何真心。族长夫人原本是来叫楚梦冉吃饭的，看他们2人正聊得投机，这才悄悄地退了出去，将手里那碗给凌云的鸡骨大豆汤喝了。你怎么自己给喝了？族长一脸惊讶地问道，这不是2个孩子正聊得火热没有时间吃吗？今天的运气不错，猎到了1只走丢的巨龙兽，途中还捉到了几条大蛇和几只野鸡，可以吃好几天了。楚梦冉一看可高兴坏了，这可是1只会下蛋的小母鸡，这还是冰山一角，等明天我们就去分巨龙肉。跟着跑了1天的小蓝云也累得倒头就睡。楚梦冉此时发现个问题，他一靠近大壮，大壮准会被凌云给叫走，难不成是不想让我用他的私人小弟吗？随后到了深夜，为了方便照顾凌云，依旧睡在他的房间里。楚梦冉翻过身向着凌云，他觉得跟凌云坦白，直接把大壮要过来，就算他的医疗费好了，要不然被系统给炸死那多不划算。凌云，我想你别想。楚梦冉还没有说完，忽然间愣住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什么意思都不可以。他心想这个男人拒绝的那么无情吗？可楚梦冉觉得一定得说清楚，要不然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那多不太好。我真的不是喜欢你，对你没有意思。凌云只感觉心脏忽然间一疼，像是被捅了一刀，闷闷的很难受。我是说你可不可以把大？不可以，我说了不可以。楚梦冉还没有说完，瞬间又被凌云的呵斥声给打断。睡觉。说着凌云就转过脸去，不再搭理楚梦冉。他自己也很懵，明明什么都还没说，他怎么一开口就直接说不可以？随后便想到凌云怕是受了金霞对他的打击，无法接受别人寻得新欢，所以楚梦冉决定再等2日，等他心情好点了自己再向他要大壮。于是他就这么决定了。睡觉也是睡得特别香。楚梦冉有个特别不好的习惯，那就是晚上睡觉前喜欢喝水，这一喝水半夜就得起夜。起了夜的楚梦冉觉得好冷，于是迷迷糊糊的就睡了过去。不过今晚他发现怎么睡得那么暖和，不管了，暖洋洋的让他睡意更浓。当他睁开眼，立马吓得楚梦冉困意全无，发现凌云俊俏的脸正赫然的出现在自己面前。看够了吗？楚梦冉被凌云低沉的声音给吓了一跳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楚梦冉睡得迷糊，根本想不起昨晚发生了啥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他一边说着一边从凌云的床上爬起，这一起来才发现自己不但睡了别人的被窝，还枕着别人的手腕，吓得楚梦冉左摇右晃的冲出凌云的房间。此时族长夫人见状问他是怎么了。雨山阿姨，我觉得我必须得换个房间睡，再这样下去我怕我会控制不住自己的。族长夫人听后都笑了，你怎么就控制不住自己了？难不成你还能把凌云给吃了？楚梦冉认真的点了点头，真的有那个可能，毕竟自己几10年都没有上错床的习惯，忽然在凌云的房间上错床了，你说这事情严不严重？还没等族长夫人说话，就听见屋里的凌云大喊道，阿母。他连忙说道，你等我一会儿，凌云叫我去看看。楚梦冉冷冷的点点头，他怎么感觉今天的族长夫人很是开心呢？便立马转头看向身旁的小蓝云，今天家里是有什么喜事吗？小蓝云想了想，可能是一会儿要去分巨龙肉吧。楚梦冉信以为真。此时族长夫人过了很久才从凌云的房间里出来，看到楚梦冉就笑了笑，甚至连换房间的事情都给忘得一干二净，就好像没跟他提过一样。等楚梦冉给凌云喂完了药，大家就决定一起去分巨龙肉。巨龙的个头很大，完全够足人们吃上一整个星期了。可还没等楚梦冉他们出门，就听见外面有人大喊，族长你们快出来啊，不好了，我们昨晚猎到的巨龙兽被人给偷走了。什么？族长听后差点没站稳，谁干的？是谁干的？这可是我们1个星期的口粮。来报信的兽人此时面露难色的说道，其实是您的女儿白云干的。白云？这是族长完全没有想到的，你们当时怎么不拦着他？我们不敢拦啊，他带着巫祖的儿子惊雷将我们给制服住了，就连族人还被他们给打伤了。听到此事，族长以及族长夫人急忙来到了部落中心，楚梦冉也紧接着跟了过去。见族长来了，他们所有人都围了过来。族长不好了，我们的巨龙兽被巫祖给抢去了。那边的巫祖听到这兽人的
的话很是不甘心。你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抢你们的巨龙兽了？要抢你们巨龙兽的是白云，和我巫族可是没有一点关系啊！说完后，巫族就是一阵大笑。白云呢？你给我把他叫出来，那是你们家的事情，和我可没关系。想要巨龙兽，自己找去。族长没想到这巫族居然会这么说，于是立马用灵敏的鼻子闻了闻，刚要往前面的草丛里去，突然就被冲出来的白云拦了去路。那是我的，你不许碰！楚梦冉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不讲理的人，这东西怎么就成他的了？白云，那是他们拼了命才猎回来的，你不可以这样占为己有。笑话，难道你们都还没有看明白吗？我们家完了，金家才是阿鲁雅部落的希望，而且我已经和金雷说过了，我要做他的雌性。族长夫人听后觉得天都塌了。白云，你听到没有？你回来，母亲答应你不会饿着你的。我不回去，金雷才是阿鲁雅部落以后的希望，我就要和金雷在一起。等我怀上金雷的崽崽，你们就羡慕我吧。白云，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族长夫人，我们的巨龙兽怎么办啊？我们都向家里的雄性说清楚了，一会儿就有巨龙肉吃的啊，你这搞得我们怎么交代啊？如今族长现在骑虎难下，他这次不拿回巨龙兽，将会完全失去他的威严和信任，族长之位自然而然的也就到头了。白云，我最后说一次，你给我回来，我就不，我已经和金雷在一起了，我不会离开金家的。族长恨铁不成钢的再次说道，他不喜欢你，你没有听到吗？没关系，等我生了他的崽崽，他会认我的。族长气的是头顶冒烟，冲上去一下就制服住了白云，将白云锁在了家里，让大壮看守。紧接着族长又急忙回到巫族这，毕竟巨龙兽还在金家。巫族，我已经把我女儿拉回去了，你还是将巨龙兽还给我们吧。你说什么？哪里有巨龙兽？我们家里的巨龙兽可是你女儿送我们的，想拿回去，那得问我们前面这些雄性干不干了。族长，我们该怎么办？那可是我们的巨龙兽啊！大家不要惊慌，今天谁若是拜我巫族为族长，我就将这头巨龙兽分给他吃。此时站在族长这边的雄性兽人，听说有巨龙肉分，当场动了心思。族长天宇看着他们没有说话，一连着过去了好几个人。聂桑，你怎么也过去了？你忘记凌云可是因为救你才会被巨狮打断双腿的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背信弃义呢？什么背信弃义？我只是为了生活，难不成和他们一起等死吗？况且我的孩子雌性们都等着我回去给他们带兽肉呢，跟着他喝空气啊！聂桑又指着金雷身后的巨龙兽说道，这头巨龙兽还是我猎到的，可结果呢？他连守都守不住，你们说跟着他有什么用？一时间，原本打算跟着族长天宇的人都开始动摇了起来。算了，你要当阿鲁雅部落的族长，我可以让给你做，但是你要把阿鲁雅部落的所有老幼病残都给我供养起来。什么？让我养他们？天宇，你不要做白日梦了，我要让阿鲁雅部落强壮起来，所以老弱病残都应该被吃掉。那些老弱病残原本今天都是高高兴兴的来领巨龙肉，如今却一个个吓得抱成了一团。族长，你不能丢下我们，你也不能丢下族长之位。此时族长身边也还留下了好几个强壮的雄性兽人。族长，我们就跟着你，我们只承认你这一个族长。族长天宇也没想到自己身边还留下了好几个人。好，居然大家让我当这个族长，那么我就当定了。巫族，今天你不拿也得拿。说着，族长就露出了自己的獠牙来，我今天就来会会你。巫族其实并不是一个善战的兽人，他只是会找一些跌打损伤的草药。想当初这巫族精还是自己从雪地里捡回来的，没想到最后还得是自己来收拾他。此刻天宇刚露出獠牙来，他就已经输了一大半。把巨龙兽还给我，不然我就撕了你。金雷和金霞赶过来的时候已经慢了一步，巫族精已经在族长的手里了，还给他们。聂桑没有想到快到嘴的巨龙肉就这么快又飞了回去，而族长这边的兽人一个个欢天喜地的去拖巨龙兽，想要吃肉自己去猎，打自己人的主意，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等众人把巨龙兽拖走，族长天宇才放开了金。站在金那边的兽人一个个都呆愣着，他们没有想到族长还有这样的爆发力，都以为族长是个连兔子都跑不过的兽人罢了。天宇也知道这样下去并不是办法，毕竟这世上不止他这一个部落，若是阿鲁雅部落真的分化，恐怕对谁都不好。族长伯伯，你为何不与他们来场比试？族长天宇看向楚梦然，我也想，不过很明显我们比不过他们。谁说的？我看秋猎你们就能比过他们。族长天宇不可置信地看向楚梦然，若是在秋猎上胜过了巫祖金，那么整个部落的兽人一个个都会对他恭敬起来。你真的有办法？那当然。楚梦然说得很是自信。随后众人齐心协力带着巨龙兽往族长家去。分了巨龙肉后，大家也是非常开心，看着眼前这些打心底里对他真诚的人，族长的眼睛也不禁开始尿尿了。当大家分完肉离开后，族长就坐到了地上，表情也瞬间痛苦起来。楚梦然低头看去，只见族长的脚踝肿起来一个巨大的包，骨头都快戳出来了。楚梦然一看就知道这是原本错误，如今一用力直接戳了出来。于是大壮先将族长给抱到床上去。楚梦然看着大壮，我现在要给他正的，你去做几个和凌云一模一样的夹板去。大壮听后老实的去砍夹板了。还好当时楚梦然摔下山崖的时候挖了不少草药，要不然照这样用根本不够。此时被关着的白云看到族长倒下的一幕，竟然惊喜的哈哈大笑。我就说了，我们家完了，你们偏不信，看吧，又倒了一个。白云此刻都有些失心疯了，但大家都个忙个的，根本没人搭理他。很快东西准备齐全，楚梦然将族长的脚给固定好，给他敷上了消炎止痛的草药。现在是秋天，是伤口最好愈合的季节，不用太担心。可族长夫人还是忍不住问道，他的脚究竟怎么回事？以后还能站起来吗？楚梦然点头，能。他就是以前错位没有恢复，再加上刚才用力过猛，所以2次创伤，现在给他接回去了，休息个2-3月就能恢复如常了。从楚梦然的视角来看是一件好事，可族长听后觉得天都塌了。如今这局面正是需要我站出来，却没想到我居然这么不争气。族长，您不用太自责，你行动不便，还有我和雨珊阿姨啊。对了，
还有大壮，还有我。组长床边的小蓝云擦了下往外冒的鼻涕，我一定会像哥哥一样保护阿爸阿母还有哥哥姐姐的。组长夫人脸上还挂着眼泪，欣慰地摸了摸小蓝云的头。此时楚梦冉来到凌云的房间，发现凌云已经削好了2个木质的大轮子。紧接着楚梦冉将这些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，可凌云好像早就知道似的，一点都不吃惊，因为他知道巫族精造反是早晚的事。凌云一边听着一边用石刀打磨着木头轮子，他的手掌宽大，手指又长又白嫩，同时阳光洒落在他帅气俊美的脸上，这一切仿佛不像是在做苦力，而是在雕刻一件艺术品。楚梦冉此刻看着凌云的手出神，忽然间凌云的手停顿了一下，说道：“你会离开吗？选择下一个兽人依附。”楚梦冉看着这个眼含不舍的人，竟有些小小的开心。放心吧，我不会离开的，你是我的病人，怎么样我也会把你照顾康复了，我才会离开啊，这是我的职责。虽然凌云不知道职责是什么，但是他知道在自己最无助的时候，楚梦冉并没有打算离开。很好，他记下了。吃了午饭后，他们再次去了后山。现在已经是秋天，必须多存一点柴火，不然冬天一定会被冻死。在寻找柴火时，楚梦冉看到了很多长得像是苎麻的东西，但是它们竟然有3米多高，要不是小蓝云砍断了一根，他都没有发现。这个苎麻的皮不仅结实，而且非常好用。原本秋猎楚梦冉还想用树藤做网来抓秋刀鱼，但树藤并非那么牢固，而且沾了水后聚重不好把控。但苎麻皮就不一样了，又轻巧又结实。楚梦冉一边研究一边用苎麻将所有柴火都困起来，又将4、5根大木棍捆成个雪橇的模样，再将柴火放上堆码整齐。眼见天黑，组长夫人怕楚梦冉走太慢，嘴里说着早点回去，可楚梦冉却说不急，再捡会儿，太阳还没下山坡呢。为了做凌云的轮椅，大壮帮凌云砍了一棵大树，足足有楚梦冉怀抱那么大。楚梦冉有时感叹，虽然这些兽人的工具不太好使，但他们的力气是真的大。又捡了3大捆，眼见天黑，楚梦冉这才说着我们回去吧。他让组长夫人坐上小木筏，小蓝云坐后面，自己坐前面。大壮抱着大树杆坐在中间，坐好了，我们出发。楚梦冉用树钩子勾了一下前面的大树，他们坐的木筏就倾斜而下，一路往山下冲去，吓得组长夫人差点叫出来。楚梦冉刚还一脸得意，突然前面出现一条巨大蟒蛇，瞬间被吓怂了，眼看就要和大蛇来个亲密接触，多亏组长夫人一把抓住大蛇的脖子，最后是楚梦冉大喊着冲下了山坡。都下来好一会儿了，组长夫人才拍了拍被吓傻的楚梦冉的肩膀，结果刚一转头就和大蟒蛇打了个照面，吓得他又是一声尖叫。组长夫人在一旁哈哈大笑，多亏中午听了楚梦冉的建议吃了午饭，他感觉现在的自己有使不完的力气，而且还拾了不少的柴火，又没费一分力气就下了山，甚至还意外的抓了一条蛇。雨山现在是越来越喜欢他了。这里离家大概还有100米的距离，楚梦冉让大壮把东西放在木筏上拉着绳子走。你还别说，原本比自己背的都还要重的柴火，居然这么轻松就拉走了。组长夫人见大壮眼里满是感叹赞赏的看着楚梦冉，连忙赶着他往前走，赶快走，天黑了，我们还要回去杀大蛇呢。终究楚梦冉最不想吃的大蛇被炖入锅中，一条大蛇炖一锅肉汤，那是炖得满满的。组长夫人知道他不吃大蛇，在旁边帮他煮了一小碗的大豆汤。此时楚梦冉来到凌云的房间，发现组长也在，两人好像在商量着什么，而凌云此刻手里正安装着那把轮椅，没想到居然那么快就要完工了，便转头和组长商讨抓鱼的事。我觉得这苎麻用来编制成网子，我们捕捉秋刀鱼的机会就会大大提升。组长也觉得这方法很可行，他同楚梦冉说了秋刀鱼有多大，每个豁口有多大，他们大概要做多大的网子。有了网子，他们就能省下好多力气，但是现在他们需要的就是找人来编织。这里的苎麻高大，需要他们去采摘。就在楚梦冉为劳动力犯愁时，组长笑道：“没关系，明天我教大家一起去采摘苎麻。”楚梦冉连忙说：“这样也好，我们可以带大家去捡柴火，然后再教他们怎么绑木筏和运用苎麻。”此时白云看着自己阿母抓条大蛇回来，便愣住。他以为家里已经没有人可以去捕猎，光是巨龙兽的肉都够吃好久，却没想到他母亲居然亲手抓了条大蛇回来。白云吃东西了。原本白云是不想吃的，奈何他胃口大，再加上一早他又忙着去抢巨龙肉，现在他是真的饿了，将碗里的豆子吃得精光。白云没想到黄豆怎么越嚼越香，以前他最讨厌吃黄豆了，今天他却吃了一大碗。晚上阿母端来一大碗蛇肉汤时，他都有点不适应，难不成家里害怕他，所以就给多点，就连蛇肉都要煮了才给他吃，还给他搞了那么多的水。当他喝了一口时，瞬间不埋怨了，这也太好喝了，奶白奶白的，还散发大豆的香气。白云这才感觉到这是吃到了人间美食，就连往日里吃的巨龙肉都没这么美味。他们背着我到底做了什么？阿母以前怎么没这样做给我吃？想到自己曾经吃的那些糟糠，一开始还吵闹着要离开的白云也不再吵闹了。来阿鲁雅部落好几天了，楚梦冉早就受不了自己一身的汗味，他一个人又不敢去河边洗澡，所以只能带上组长夫人。河水虽然很凉，但是洗了澡的楚梦冉真的觉得很舒服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突然传来提示，今天必须找到心仪伴侣，不然鹅卵石就将楚梦冉活活炸死。于是刚洗完澡的楚梦冉准备找大壮表明心意。大壮，晚上到后院等我，我有事情和你说。大壮听后先是一阵害怕，因为上午组长夫人刚和自己说要离他远一点，可万一他是想教我些什么，我却错过岂不太可惜。想到这里，大壮笑得很开心的和楚梦冉点了点头。可就在他和大壮说话的时候，殊不知被屋子里面的凌云听得一清二楚。过了一会儿，凌云用着一副冷淡的语气说道：“你有没有什么要和我说的？”楚梦冉想了想，好像没有。听到楚梦冉说没有，凌云的眉头皱了皱，真的没有和我说的。楚梦冉乖巧摇头，真的没有。现在你好好恢复就是我最大的心愿。看到楚梦冉扬起的笑脸，凌云的心里更加难过。他有事情就算告诉大壮都不告诉自己。好半天，凌云才将心里的怒气散了去。好吧，睡觉。自从发生了昨晚的事，楚梦冉晚上再也不敢多喝水，就怕迷迷糊糊的又睡到凌云的床上去。可能是这一路他太累，于是楚梦冉决定先睡一觉再去找大壮。当他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后半夜了。楚梦冉蹑手蹑脚的往后院走去，只见后院
院黑暗的角落处有一坨高高的人影，看样子应该是大壮站累了这才蹲在那里。楚梦然感觉自己好渣，自己躲在被窝里睡大觉，让大壮在外面等着。楚梦然连忙走上前去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让你等了那么久，你应该很冷吧？楚梦然习惯性的把手伸了过去，果然他的手被冻得冰冷。对不起，让你在这吹了那么久的凉风。楚梦然觉得这大壮今天怎么比往日更加老实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你没睡着吧？楚梦然见大壮的头动了动，其实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对你说，我要征求你的意见。大壮，我决定了，我想做你的雌性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你从凌云那给赎出来的。等赎出来之后，突然楚梦然语塞顿住，发现大壮的眼神怎么这么像凌云呢？赎出来之后怎么样？那声音，那极度压抑的声音，就连楚梦然都能听出来。赎出来了，你想怎么样啊？楚梦然一时间语塞，眼前的哪里是大壮，他根本就是凌云。没有站稳的楚梦然一本就被凌云给抱进了怀里，大手已经掐在了他的脖子上。你是不是忘了，你是我的雌性？楚梦然没有想到凌云的占有欲这么强，他想要解释，却发现凌云掐得越来越用力，都感觉不到呼吸了。你刚才在做什么？我来跟大壮表白啊！楚梦然本来就是个心直口快的人，完全没有想到他再次点燃了凌云的怒气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跟大壮表白啊！你忘了，你是我的雌性。凌云的手捏着楚梦然的嘴巴，他艰难地从嘴巴里冒出自己想说的话。你不是喜欢金霞吗？我又不是喜欢当第三者的人。你说我不选择大壮，选择你啊！我喜欢金霞，你哪只眼睛看出来我喜欢金霞的？楚梦然被问得很猛，那你看着金霞的眼神为什么那么不舍？我楚梦然只喜欢爱我一个人的人，心里装了别人的人，我可不爱。听了楚梦然的话，凌云才明白，原来这么弱小的家伙醋劲儿居然这么大，这辈子只能拥有你这么一个雌性，你是这个意思吗？对，不仅只能有我这么一个雌性，心里也只能有我这么一个雌性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金霞只是想利用我而已。巫族的野心很大，从一开始他们想要的就是整个阿鲁亚部落，现在有能力的兽人都被教唆了过去，可以说我们现在很是危险，所以你是我的雌性，以后再也不许拥有别的念头，好吗？此时凌云的大手还掐在楚梦然的脖子上，你能放开我吗？我脖子要断了，那你还找大壮吗？不找了，不找了。你还找其他雄性吗？不找了。我发誓，为了好好的活下去，楚梦然决定勉强将凌云定为自己的心仪雄性。只见他脑海中突然叮的一声，恭喜宿主完成鹅卵石系统的第一个篇章，获得50个金贝以及 0.5 积分，金贝可自由买卖，积分可换取开启下一个篇章。楚梦然看的那是一个激动，这是他来到这兽人世界里第一笔财富，一想到自己还不知道这边的集市究竟是个什么样子，心里莫名的期待起来。正当他想抬头看看凌云时，发现自己已经被凌云给推进了屋里，这是几个意思？他不会是想那个意思吧？凌云将楚梦然放到床上，他刚想要往里面挪一点，凌云就给挪了回来，一个蓝手把楚梦然搂进了他怀里。刚才还觉得没有感情的他，下一秒小心脏扑腾扑腾跳个没完，这家伙腿还痛着，若是他腿好了，楚梦然不敢想象。最后就这样缩卷在凌云的怀里睡得特别的舒坦。一大早楚梦然就被饿醒，天天喝汤的日子也属实有点腻了，于是他决定今天给大家做个小烧烤，将一串串的肉穿好后放在炭火上烤，香味瞬间从里屋到外屋飘散了出去。被关在房间里的白云闻到后，口水忍不住的往外。你们背着我在吃什么好东西？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！你别吵，一会儿我就给你拿过来。楚梦然说还没有熟。楚梦然，楚梦然，又是楚梦然。白云觉得现在他妈每天都要说上几百遍的楚梦然。这边烤上肉，那边楚梦然来到后院割了一些草药，给凌云和族长熬汤药。见烤肉已经10成熟了，族长夫人第一个拿起肉串跑向了白云的房间。来，白云，小心烫。白云接过烤串就开咬，烫得他牙疼，但是是真的香。族长夫人这辈子还没有吃过这么香的肉，所以一大早吃的是意犹未尽。这样烤着是好吃，不过我们的食盐怕是用不了多久了。一会儿我们去深一点的盐山，看能不能在山脚下捡到食盐。要是运气不好，可能连盐渣子都遇不到一块。楚梦然听后又多了一份追求食物的欲望。今天我也要去帮忙寻找食盐。他们刚吃完烤肉，院子外就来了一群的雄性兽人。族长杵着一根棍子走了出来。现在我腿也受伤了，凌云也不能打猎了。眼见秋猎在即，你们愿意跟我和凌云的就跟我和凌云，不跟我们的就去寻找巫族。剩下来的13个雄性兽人相互看了看，我们决定跟着族长，所以我们也应该改一下族规，以后不尊重族长者赶出部落。众人听后都纷纷点头，确定了在场的人，楚梦然这才说道：我们发现后山顶上有这种苎麻，它们的皮很是坚韧不易坏，可以用来固定东西或做成渔网织布都有很大用处。有了这个渔网，我们就可以在秋猎的时候大展身手。大家觉得楚梦然说的很有道理，于是族长夫人决定让大壮带领一部分人去后山采集苎麻，楚梦然和族长夫人以及一部分人去盐山采集岩石。这次走得比较远，所以身边跟着6个雄性兽人。从早上出发，现在太阳已经开始西斜，要不是楚梦然肚子饿，他一定不会相信已经过了中午了。快到了，进了那片石山，我们就到岩石山下了。楚梦然看去前面山上光秃秃的，什么都没有，看来岩石就是从上面落下来的。只见所有兽人都围着整个岩石山下开始寻找，而楚梦然直接往岩石山上爬去。楚梦然，你快回来！族长夫人吼的声音很是着急，你快回来，那边是秃鹫的地方，你别过去啊！可是咱们不是来寻找岩石的吗？地上能有多少？族长夫人说道，有的，我们之前寻到的石岩都是在这一片捡的，而且那石岩又在半山腰上，我们根本上不去。要是凌云他们来，还有可能凿得到一点下来。楚梦然看了看，我们从笔直的悬崖上去，就在那个地方踩上一点就够我们吃了。族长夫人到了地方一看，这里怎么行？全部都是悬崖，想要上去根本不可能。只见楚梦然在那边已经拿出了自己的镐头，一下子就把镐头敲进了岩石里。楚梦然也看到了上面兽人曾经敲击过的痕迹，但是他们用的石头根本敲不进这坚硬的
岩石。随后就听见那几个兽人大喊：“我们找到了岩石！”虽然个头不大，但他们很是开心。等他们寻找了一圈后抬头时，发现楚梦然已经爬到了半山腰上。刚到了有石岩的地方，就开始更加用力的砸。哐当，一块巴掌那么大的岩石就落在了大伙面前，这可把其他兽人给看惊呆了。此时楚梦然眼前还有一长排的岩石，看来他们今天是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回去了。可奈何他力气小，属实有点敲不动，一下去就累得瘫软在地上。此时兽人小磊一个劲儿地看向楚梦然手里的镐头，这把镐头是他往日里种花菜草药的时候用的。楚梦然将镐头递给小磊，3两下就爬到了楚梦然刚才所在的位置，手里的镐头也是被他敲得铮铮作响。没过一会儿，那兽人就敲下来了一大块石岩，下面的兽人看着都开心地往旁边躲去。咚咚咚，楚梦然听到石岩砸落地面后发出空洞的声音，他去山体旁边扒开一看，下面居然是一个很大的卤水池，上面还漂浮着一层白色精盐。他把自己带的水喝掉，并装了一整瓶的卤水。族长夫人见状连忙阻止：“这个你装来干嘛？这个又苦又涩，没办法当盐的。我知道它又苦又涩，但是我知道它可以做出另外一种美食。”楚梦然一边说着，一边脸上充满信心。原本打算劝他的族长夫人也没有再劝，因为他知道只要是楚梦然看准的就一定能行，反正多带一小瓶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一群人就这样背着背抱的抱，总算是把地上的石岩给抱回了部落。一进院子，所有人都吓了一跳，一捆一捆的苎麻堆了一大院子。这些兽人的行动力真的是太强了。同时大壮他们见到身后背着的大量石岩也很吃惊，这么多怕是一年也吃不完啊。此时被关在石屋里的白云看着屋子外的人忙上忙下的，很是嗤之以鼻，就靠眼前的这个树皮就能捉到秋刀鱼了，他们简直就是痴心妄想。吃了晚饭后的楚梦然和大家说：“豆子我们已经吃了很久了，我想做点豆腐吃。”此刻凌云和族长夫人一脸懵逼的看着他。阿鲁雅部落的食物单一，若是我们做出来的豆腐能得到大家认可，那将会是一笔不小的收入，但是这个豆子需要先将它磨成粉。族长夫人听后想到了家里的石碗，可楚梦然摇摇头：“不行，这个太慢了，而且打磨出来的粉也不会特别细，我想用石头打磨一个磨盘，有了磨盘磨豆子那就方便多了。怎么打磨？”凌云冷清又低沉的声音问道，就像是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。楚梦然捡起旁边的一根树枝就开始画磨盘的样子，凌云认真的看着他画的图纸沉思，先要选2块大一点的石头。话音刚落，大壮和小磊就抱着2块大大的圆石头回来。其实这完全是个苦差事，况且凌云还是个病人。楚梦然此时觉得自己真的太坏了，怎么能累着病人呢？我也不着急，你别累着了。凌云听后点了点头，想到昨晚自己窘迫的样子，楚梦然在凌云的房间门前有点犹豫，到底是进去还是不进去。虽然凌云的怀里很暖和，睡着很舒服，但是自己主动爬上他的床会不会被他瞧不起啊？要不今晚还是自己在地上将就一晚算了。楚梦然打了个冷战，刚一进去就见凌云正看着自己，他也不知道自己突然脑袋一抽冒出来一句：“我不冷，我可以自己睡。”楚梦然说着脚不听使唤的往凌云的床边走了过去。凌云往里面挪了挪，通过侧脸就看到凌云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那一刹那，楚梦然觉得整个房间都温暖了，但也只是一刹那，凌云的笑容又收了起来，说着人就躺了下去。楚梦然还没等反应过来，一只大手直接将他整个人都圈在了怀里，吓得他一激灵，早知道就不口是心非了。其实他也就是冷，拿他取个暖罢了。如今大手将自己一圈，他不会不安分吧？不过昨晚他已经答应自己做他的唯一雌性，这样说起来他们也算是合法夫妻了。他要做什么自己也控制不了啊。楚梦然有些害怕，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他感觉凌云的大手动了一下，吓得他一动不敢动。现在是秋季交配季，凌云猛然的动作和说话，吓得楚梦然心脏砰砰跳。是的，他只敢弱弱的回答一声：“若是来年你没有生出崽崽，你会被别人嘲笑，我不怕。况且你现在受伤了，我和你睡在一起是为了照顾你，你别多想。”说着，楚梦然大胆的往后挤了挤，又补了一句：“也绝对不是因为冷。”凌云听着楚梦然自说自话的声音，也没有打断他，只听他沉沉的嗯了一声。就这样，两人甜甜的睡了过去。等楚梦然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凌云已经将磨盘给打磨出来了，光滑的就像是自然形成的一样。楚梦然拿出豆子，在大家的帮助下，大豆被磨成了粉末。水烧开后，一点点的开始放盐山下收集来的卤水。此时，所有人都一脸懵的看着楚梦然。现在这把大豆磨成粉，又烧水又撒盐的，难道跟吃现成的煮黄豆不一样吗？这不是要多费好多事情吗？其他人听了那兽人的话，也连连点头。就在此时，原本一锅的白汤里面居然出现了块状的东西，再将凝固好的豆花捞起来，这个就是美味好吃的豆花了。楚梦然给他们一人盛了一碗，这个口感真的太神奇了，像是吃了嫩嫩的野猪脑花。楚梦然也尝了一口，味道还是很不错的。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拿到集市上去卖，不知道能不能卖个大价钱。主要是凌云和族长不能带着大家去打猎，况且收集大豆并不难，若是能卖出好价钱，我们就可以用卖豆花的钱来买肉吃。楚梦然这么一说，族长夫人就决定去集市试一试。到了市集，发现这边有好多拖着货物的牛马兽人，这些牛马兽人被一些高级的兽人管制着，身上驮着比身体要高出1倍的货物，还不停地用鞭子抽打他们。楚梦然看得有点于心不忍，族长夫人发现他没有跟着，这才走了回来。我们狮子一族算是高级兽人，只要有我们在，其他兽人不敢欺负你的。楚梦然听后往前面走着，这边卖的基本是都是大豆、红果、红袍野鸡之类的小型兽类，而越往里面就是越大型的巨龙肉、巨龙骨、裙子、珍珠的奢侈品。楚梦然转了一圈下来，就是没有看到过卖其他食物的，这里的食物真的很单一。他看着自己鹅卵石系统里的50个金贝，都不知道该用来买什么，完全没有购物欲望啊。楚梦然刚把50个金贝拿出来，就听到鹅卵石系统回应道：“恭喜宿主得到50个金贝。”来到第2篇章植物大碗，只见系统里到处都是各种植物和用途，简直让楚梦然差点惊掉下巴。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就是大米，上面写着1斤大米价值50金贝，4季稻谷价值100金贝，成熟期为30天，普通土地可得100斤稻谷。之后还有玉米、小麦、土豆、红薯。楚梦然看的那是一个热血沸腾，随便一种食物都能让他安稳的度过整个冬天。忽然间他被人撞了一下，楚梦然抬头看去，原来是金霞他们。凌云是不会喜欢你的。楚梦然没有说话，见他不说话，金霞
霞就变得越发嚣张跋扈起来。族长家迟早会被土崩瓦解的，我劝你还是乖乖回到我哥哥金雷这边，说不定我还能饶你不死。楚梦冉低着头半天都没有说话，答应你跟你回去，你就真的不为难我，还让我活下去吗？金霞没有想到这个雌性这么麻烦，说话都那么啰嗦。实际上楚梦冉一直在拖延时间，因为此时族长夫人并没有在他身边，金霞能轻而易举地杀掉他。楚梦冉看向其他人，其他雌性对上楚梦冉的目光都在闪躲。金霞见状踢了他一脚，殊不知他这一脚正好扎进楚梦冉手里的水果刀上。紧接着金霞发出了杀猪一般的惨叫。过来好一会，那几个雌性这才反应过来，向着金霞跑过去。金霞姐，你怎么样了？此刻金霞真的以为自己要死了，她害怕极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快放了我！金霞身边的几个雌性都没有想到，她就这样华丽丽的向楚梦冉道歉了。听到道歉，楚梦冉这才将手里的刀从金霞的脚上拔了出来。在现代，楚梦冉就有吃水果的习惯，所以水果刀跟着一起穿越过来也很合理。痛死我了！你们几个给我去杀了他！那几个雌性气势大得很，将楚梦冉紧紧的给围住。就在他觉得这次死定了的时候，突然来了一只漂亮的鲛人，摇着自己的尾巴向着楚梦冉他们游了过来。这么一群人欺负一个小个子还打输了，真是个笨猪，简直丢脸丢到家了，还不赶紧滚！那鲛人大声一吼，原本还愣着不想走的金霞和10几个雌性这才灰溜溜的走了。走的时候，金霞还不忘记放出狠话来：楚梦冉，你给我等着！说着，金霞拖着他受伤的腿，这才一瘸一拐的走了。见金霞走远，这才对那鲛人说道：谢谢你，没关系的啦。这么美貌的雌性，他们居然不知道珍惜。来我鲛人族怎么样？我保证不会让你有日日守空房，一刻都不会离开你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听到楚梦冉的回答，那鲛人直接笑了：他比我好看吗？鲛人老板含情脉脉的看向楚梦冉，楚梦冉微笑回应他：是的，他比你好看。放肆！旁边的一头黑熊兽人明显很是生气，他的一声怒吼差点把楚梦冉给吹跑了。只见鲛人老板抬手阻止了那头黑熊兽人：好，有脾气，我喜欢。你要我送你回家吗？楚梦冉摇了摇头：我可以自己回去，今天谢谢你了。但是楚梦冉总感觉救命之恩，一句谢谢怎么也无法让自己内心平静。可能是他救了自己，楚梦冉总想要报答一下他。你等着我一下。随后他一路小跑跑回了一开始他们来时的市口，见族长夫人正愁眉苦脸的样子，才知道他们的豆花仅仅卖出去2碗，忙活了半天才挣了2个金贝。由于楚梦冉当即盛了1碗豆花，急忙回到鲛人老板面前：恩人，你尝尝我们做的豆花，可好吃了。鲛人老板真的没有想到楚梦冉这么快就回来了，按理说其他雌性早就被吓得跑路了，没有想到这个小雌性居然还赶回来。不过这个豆花是他白珍珠从没见到过的东西。白珍珠闻了闻，飘散着豆子的奶香味，这是他从来没有闻过的味道。这是豆子做的。楚梦冉点头，他没有想过瞒着任何人，他们赚的也只是一点手工费而已。白珍珠吃了一口就再也停不下来，连着把碗底的汤都喝了。还有吗？有啊，前面我的家人们还带来了一大锅呢。说着白珍珠就要往前走，一点都不顾他摊位上的生意。而此时族长夫人身旁围着很多兽人，但是大多数都是看着，钱是一方面，主要也是不敢吃。什么1个金贝1碗？你们怕不是开玩笑？你们知道1斗豆子才1个金贝吗？你这个就是豆子做的吗？少点，1个金贝2碗。你要是1个金贝2碗，我就尝一尝。那兽人明显已经流出口水来了。族长夫人听他这样说，已经开始有些动摇。跟族长夫人一起来的兽人小磊也有些坐不住了，要是能2下卖出去，最少也能得到一些金贝。要是这样一直僵持着，怕不是一会儿他们还要拉回去。小磊拉了拉族长夫人的手臂，那要不就等一下，你这里的我都要了。忽然间干净又清亮的声音让族长夫人一愣，眼前这鲛人老板是他见过所有兽人里最漂亮的一个，之前还想要1个金贝2碗的兽人，见白珍珠捷足先登，当时就急了：你等等，你刚才不是说1个金贝2碗吗？你还卖不卖了？楚梦冉连忙说道：不卖了，不卖了，现在卖给这位鲛人老板了。白珍珠看向楚梦冉：你们之前卖多少？族长夫人说道：1个金贝1碗。白珍珠看了一下，我现在要卖10个金贝1碗。他的话一出，差点没吓楚梦冉和族长夫人一大跳。说着2个大黑熊兽人把楚梦冉他们的大推车往集市里面推了过去，里面可是有身份和地位才能进去的地方，就是金霞他们来了也只敢在前面一节逛一逛。只见2个黑熊兽人停在了里面最豪华最热闹的段落。好了，我们就在这里卖了，你这里大概算100碗吧，1块金贝1碗，那这里是100个金贝。说着白珍珠就将袋子里的钱递到楚梦冉的手里。要是他没有记错，昨晚大概只磨了差不多5斗豆子，5斗豆子市场价也才5个金贝，他们一下子就卖了100个金贝，这一点都不真实。此时族长夫人还以为自己在做梦，他们守了大半天才卖了2碗，可是这楚梦冉才刚参与就把一锅的豆花全部给卖掉，这豆花楚梦冉怕凉下面还留着，1碗豆瞬间整个人都暖和了。紧接着楚梦冉将100个金贝递给族长夫人：雨山阿姨给你。正吃着豆花的白珍珠突然抬起眼睛：你叫她什么？雨山阿姨啊！白珍珠好看的眉眼瞬间皱了起来：你不是说她是你的家人吗？他们是不是虐待你了？白珍珠一把就将楚梦冉拉了过去。楚梦冉连忙摇头：那你为什么没有被标记？是不是他儿子不行？族长夫人听后脸色有点不好看：他只是受伤了，不是不行。白珍珠又看向楚梦冉：若是他们欺负你，你就告诉我。狮子一族不稀罕雌性，我们鲛人一族可是稀罕的紧，你们要是照顾不好，就交给我照顾。谢谢白老板，但是你真的想多了。雨山阿姨待我很好，凌云也很好。白珍珠见楚梦冉这么向着他们，这才没有多说什么。白珍珠喝完手里的豆花，觉得这东西是真的好吃。你们还有吗？族长夫人和小磊连连摇头，主要是这鲛人老板有点太偏向楚梦冉了，他们害怕过多的接触给族
族里带来麻烦。没有了。白珍珠看向锅里的豆花，这么可惜。楚梦冉见状这才说道，今天的没有了都在这里，明天还可以继续做，那就太好了。明天的我也要。族长夫人不知道这鲛人老板为什么要那么多，就怕他不怀好意。没有了，明天我们不做了。楚梦冉对着族长夫人说道，雨山阿姨，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哦，100个金贝可是够我们买5只红袍鸡了，有时候一天打猎还打不了那么多猎物。听楚梦冉说的雨山阿姨也很是心动，但是她一看这鲛人老板看楚梦冉的眼神就有点不怀好意，特别是抵制他儿子的样子，哪怕是一天给他100个金贝，他都不想和他有任何来往。不愿意，100个金贝我也不愿意，就算明天我们做好了豆花，我们自己卖就是了。白珍珠没有想到这狮子一族的中年雌性会这样执着，2个金贝，一锅200个金贝。此时族长夫人原地吃惊，小磊也是激动的完全说不出话来。5斗200金贝，雨山阿姨，这次可以了吧？族长夫人回头看了白珍珠一眼，你真的只要豆花？那不然呢？好，说好了一锅200金贝，可是不能反悔，绝不。然后两人就达成了交易。交易达成了之后，族长夫人还站在原地，想要看他怎么把这锅豆花给卖出去。白珍珠将推车往他的摊位前一放，一会就有兽人过来问了就直接买了1碗，其他的兽人见到问都不问，直接掏出金贝来上1碗，那速度没有一会儿就去了半锅，而且他卖的还是10块金贝1碗。此时白珍珠看向楚梦冉他们，你们还不回去？一会儿天就要黑了。被白珍珠一问，族长夫人这才想起他为什么没走，我们的石锅还在上面，而且车子是我们的，没有这个我们没办法做出豆花。白珍珠听后点了点头，指挥着黑熊兽人去买了一口大石锅，又将推车还给了楚梦冉他们，你们现在可以回去了，别忘了明天的豆花。族长夫人点点头，放心，我们不会忘的，这么重要的生意怎么会忘？不用去打猎，不用冒着生命危险，一天也能挣足他们的口粮。回去的路上他们一路欢声笑语，他买了4只鸡，还买了5斤黄豆，最后还剩下10个金贝。虽然今天赚的不多，但是我相信明天这鲛人老板会要更多的豆花，我们回去可以做2锅，若是您不嫌麻烦可以自己卖，也可以卖给鲛人老板。3人就这样决定着。回到部落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族长他们早在门前等着，看楚梦冉他们一锅豆花都买完了，推车里面还绑着4只大红袍鸡，完全让人不敢相信。族长夫人他们今晚也决定要把2锅豆花给做出来，虽说是个苦力活，但是以兽人的力气做2锅豆花都是小事情。趁着族长夫人忙着去做饭的功夫，楚梦冉来到了后院，虽然现在他只有50金贝，但可以换取5两稻谷种子。他看着药田旁边的一大块人，打算今后就在这种